从去年开始，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展开了她生涯规模最大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但她目前还没有跑完，就已经成为了美国史上最赚钱的演唱会。根据估计，经济效益甚至超过了全球50个国家的 GDP。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泰勒斯经济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从2023年的3月开始了时代巡回演唱会。光是去年，她在美国的场次门票收益就突破了10亿美金，打破了历史纪录。而庞大的人流也创造出了惊人的消费力，带动巡回城市的经济发展。很多城市跟国家纷纷抢着要让泰勒斯过去开演唱会，有的国家没有抢到，甚至还恼羞呛别人。泰勒斯经济学到底有多狂？为什么会这么的夸张？那些为了他吵架的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苦口婆心，往往输给了灰心？想要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芒果有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而且每一本呢都能够让你向上试阅，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官网更有最划算的折扣，最低6折起结账，输入77推荐，还有再9折。让芒果狗陪伴你的育儿之路，一起充满信心，快乐学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今年34岁的泰勒斯是来自于美国的创作歌手，在美国宾州出生的泰勒斯从小就对音乐很有兴趣。他在9岁的时候受到了乡村歌手启发，决定自己的志向。在12岁的那年，他就写出了人生第一首歌，之后开始寻找各大唱片公司面谈，争取签约机会，希望成为职业的乡村乐歌手。而面对泰勒斯的音乐梦想，全家人都非常支持他。在他14岁的时候，爸妈更为了他，全家搬到了美国乡村音乐的重镇纳什维尔。当然，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们的这个决定是对的。搬家后的泰勒斯顺利的找到了唱片公司签约。2006年，17岁的他呢推出了首张同名专辑《泰勒斯》，正是以乡村音乐的歌手的身份出道。而这位出世提升的少女一出道就赢得了全美音乐奖的年度专辑奖，之后更红遍了全球。到目前为止，泰勒斯出道18年，发行了10张的录音室专辑，缔造了许多的历史记录。而其中音乐圈竞争最激烈的葛莱美奖呢，泰勒斯更4度夺下年度最佳专辑奖，成为了史上唯一一位达成此殊荣的歌手。2023年，泰勒斯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成为了年度风云人物。她除了是史上第一位单独登上封面的艺人，也是唯一呢2度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女性。泰勒斯这么红的原因除了本身的音乐才华之外，或许还可以从唱片公司的行销策略说起。以前美国乡村音乐听众呢，长期都习惯用收音机听音乐，所以很多的乡村歌手呢，都会透过广播电台宣传自己的作品。但泰勒斯出道时的唱片公司舍弃了传统的行销手法，转而呢把目标放在当时最流行的 MySpace 网络平台上面。2006年 MySpace 的使用者超过了 1.15 亿个，还是当时美国浏览量最高的网站，浏览量呢甚至比 Google 还要多。而在 MySpace 上面呢，人们可以经营个人档案页面，也可以在网站上面分享音乐跟影片，类似现在的 FB 啊、IG 跟 Threads 等等。而泰勒斯的团队在他推出首张专辑之前，就先把几首单曲放到了 MySpace 上面宣传，透过网络传播，泰勒斯的作品慢慢的累积出了名声。而等到首张专辑正式推出之后，再搭配电视节目大量的宣传，让泰勒斯成功的脱颖而出。而且这张专辑呢还打破纪录成为了2000年代占据美国告示牌专辑榜最久的专辑。那后来呢，泰勒斯也从原本的乡村音乐领域转型成了流行歌手，不断的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例如流行电子啊、独立民谣等等的乐风，让泰勒斯的粉丝也越来越多。而就在泰勒斯声势持续扩大的同时，COVID-19 疫情爆发，导致他沉寂的长达5年都没有办法办巡回演唱会。而2022年过后呢，泰勒斯宣布启动时代巡回演唱会，结果开卖之后呢，就造成一波史无前例的抢票风潮。这次的演出是泰勒斯生涯当中规模最大的巡回演唱会，共计152场，演出的地点横跨世界5大洲，预计2024年的12月初才会结束巡演。在演唱会上面，泰勒斯呢会表演44首歌，演出时间长达3.5小时，超长的表演加上精心策划的演出内容，让粉丝抢破头也要看。演唱会门票一开卖就被秒杀，一票难求。2023年的3月到11月，时代巡回演唱会呢，在美国共有53场演出。
根据统计光是演唱会的门票销售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这是目前史上最高的纪录。而在演唱会期间，庞大的人潮涌进巡演城市，同时呢也带来了可观的钱潮。彭博社的记者呢，甚至还以泰勒斯经济学来形容这个盛况。刚说到2023年泰勒斯在美国的53场巡演有10亿美元的门票收入，有专家估计，如果把其他周边的各种经济效益算进去，产值甚至高达了57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个国家的 GDP。那如果把这些钱平均发给每一个美国人，每个人大概可以拿到20块美金。另外，虽然粉丝只是来看演唱会，但对于主办演唱会的城市来说，这一批一批的歌迷呢，就是一代一代的黄金，每个人平均会在当地消费1300美元。根据美国联准会去年发布的褐皮书报告，2023年5月呢，费城举办泰勒斯演唱会，而这也正好呢是他们自从疫情之后，旅宿业收入成长幅度最大的月份。另外，西雅图旅游局的数据也指出，泰勒斯为饭店业呢创下了单日740万美元的总收入。刚好去年7月，美国 MLB 1年1度的明星赛呢也在西雅图登场，但他们整个期间的饭店收入也只有500多万。而泰勒斯的风潮呢，到了海外也不遑多让。在澳洲的7场演唱会的演出期间呢，泰勒斯创造了大约3.6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在日本东京的4场演出，创造了2.3亿美元产值，其中1.6亿美元呢，还是由粉丝直接带入东京消费。这个收益已经是日本知名大型音乐季 Fuji Rock 的1.7倍。而东南亚唯一一个举办巡回演唱会的国家新加坡，6场演唱会下来除了让住宿的成长幅度飙升了460%，带来了3.7亿美元的旅游收益之外呢，这个新加坡2024年第一季度的 GDP 甚至还预估会因此增长0.2%。但这个结果呢，却意外的引发了部分国家不满有议员甚至为了这件事情怒呛新加坡是个不友善的邻居。2月16日，泰国总理赛塔突然爆料，他很好奇为什么这次整个东南亚地区泰勒斯东南亚只有去新加坡，所以跑去问了主办单位。结果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是新加坡呢靠着每场最高300万美元的补助，直接包下了泰勒斯在东南亚独家开唱权。泰国总理呢听完之后，觉得新加坡实在不讲武德，气到大爆料。而其他国家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的表达抗议。例如菲律宾的议员就质疑新加坡的排他行为让其他国家没有办法也一起靠着演唱会发大财，呼吁政府应该要叫新加坡给个解释。不过面对多个国家的不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回应却相当淡定。他大方承认确实有资助泰勒斯独家开唱的奖励金，但他也澄清奖励金的数字没有外界说的那么高。李显龙认为呢，这并不是刻意的不友善行为，还说就算我们没有抢泰勒斯，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换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几乎可以说泰勒斯的商业魅力已经受到了各国政府的认证。但与此同时呢，有很多人质疑泰勒斯根本就过誉了，他的歌会卖，其实都是靠着消费前男友来的。泰勒斯创作的歌曲呢，一直都是以自己的感情生活为灵感，而且就算成了公众人物，他也从来不遮掩自己的恋情。出道以来，他总共有12段的公开恋情，几乎每任都是公众人物，而且每次分手之后，泰勒斯几乎都会写歌纪念这段感情。有美国网友统计泰勒斯呢有38% 的歌都在讲分手，这就让不少人觉得泰勒斯是靠着炒作前男友推出作品。那虽然歌曲呢有的时候只是描述相处过程，不一定是在说前任的坏话，但只要是被写进歌里的男主角，都免不了受到舆论攻击，让泰勒斯这种创作歌曲的模式被不少网友批评了非常多年。直到2020年呢，泰勒斯开始尝试新的创作方式。疫情期间，他在家看了很多的小说跟电影，决定以虚构的角色与故事为主题呢来尝试写歌。后来也顺利的创作出了2张专辑，其中一张专辑呢还成为了2020年美国年度畅销专辑，这让部分的人改变想法，觉得原来泰勒斯也不一定要靠自己的感情生活才能够写出畅销作品。而泰勒斯也靠着亮眼的销售成绩，打破了部分人觉得他总是呢在写前男友坏话的印象，也发展出了全新的创作模式，继续在乐坛发挥影响力。对泰勒斯不熟悉的人来说呢，可能会觉得他真的有这么红吗？有才华的音乐人这么多，为什么他的新闻就特别多呢？在查完资料之后，我们认为他会红真的是不意外啦。首先呢，他跟他的团队本来就很善于行销，而长期以来，泰勒斯也确实能够从很多不同的角度不断创造话题与曝光。比如刚刚说到的12任几乎都是公众人物的男友们，就让他呢只要每换一个对象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曝光。
像她现任的男友就是知名的美式足球员，最近几个月呢，泰勒斯的名字就很常出现在运动报道当中，而这个频率是多到呢，有调查显示，将近90%的美式足球迷已经厌倦了泰勒斯的新闻。那么觉得除了男友花边之外呢，泰勒斯曾经挺身捍卫音乐人的权益，呼吁大家重视串流平台对于创作者的冲击，靠自己的声量跟巨头们讨价还价，也是非常值得被看到的事情。所以不管喜不喜欢他的音乐或新闻，我想泰勒斯被视为时代的象征，应该还是当之无愧啦。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观点而已，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想法，也欢迎留言分享哦。最后也想来问大家，对于泰勒斯跟泰勒斯经济学，你有什么想法呢？我觉得是真的，泰勒斯真的很红，比有点小怀疑，觉得有点夸张的不真实，自己不太相信，应该是被媒体夸大了吧？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泰勒斯经济学。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演唱会失忆以及黄牛票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